朋友们，你知道为什么你在生活中体验到的总是苦多乐少吗？就是因为你在被你的念头裹挟着往前走，觉知呢，完全被念头所捆绑。在这种无意识的状态下，去机械的、被动的、习惯性的做各种事情，虽然也能把各种事情做好，但实际上，我们是处在一种无明的状态。我们经常会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去颠倒梦想，经常会在这样一种穿梭的意识当中去担忧、去恐惧、去分别。好，接下来重点来了，我们该如何做到觉念分离呢？我们每一个人的意识背后都有一个根意识，就是有一个整体的意识，那个整体的意识就叫觉。说起来非常的简单，我们每个人的手都有5个手指，它就是我们的个体意识。而把手指握起来，你就回到了手掌，这个手掌就是我们的一体意识，也叫根意识，也就是觉性。而我们手指的那种个体的意识，其实是根意识、觉性的延伸以及妙用。在每个个体意识的背后都有觉知的存在，只不过这个觉知只是觉性的显现，并不代表是觉性本身，或者说这种觉知是被念头污染过的觉性。这种污染就是我们对外在的执着和评判。好，到这里呢，我们就很容易找到真相。我们的本质是那个手掌整体，而那些手指不过是我们的手掌延伸，是觉性的妙用。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念跟觉它本来就是一个东西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心中有了烦恼，脑中有了念头，必然也有着觉知存在。就像我们无法把镜像从镜子中取出一样，我们之所以无明，就是落在这个念上，被念带着走。而我们这个觉性在不在呢？我们这个觉性一直都在，因为没有我们手掌的整体意识，没有背后的那个觉，就不会有手指的个体意识。它的玄妙就在这个地方。那么我们具体要怎么做，才能把这个觉念分离呢？首先专注当下，找到一个关注点，这个叫专注，然后将这个专注的意识慢慢地弥漫开来，就是扩散开来。比如一开始你可以关注自己的呼吸，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，但一段时间之后，你就不需要再关注自己的呼吸了，你就需要把你的整个注意力呢落在当下的这个觉知层面上。这种觉知层面是属于全息的，就是说你只需要处在当下，让你当下的那个觉知去感觉你周围所发生的一切，而不是关注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物件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在客厅里看电视，那么你在看电视的时候，知道自己在看电视，然后将自己专注看电视的这个意识呢，慢慢地扩散开来，弥漫到整个客厅的空间，就是像空气一样的。这个时候，电视、客厅里的家具、地板、地面，以及你心里的念头，都在你的意识之内，它们是一个整体。比如说外面有什么声音你知道，你心里有什么念头你知道，你的腿麻了你知道，你口里升起唾液你知道。也就是说，无论你身体内外发生什么，你都知道。这就是觉。你只需要去保持这样一种感觉，这个感觉大家要好好的去领悟。也就是我看着这个东西，但我不专注它。我们如果能够找到这个状态，时刻安住于这个状态，那我们就像是空气一般的存在，我们可以无处不在。我们既然可以无处不在，那么我们可以视万物为平等，平等的跟万物去相处，而且清清楚楚地知道万物在变化，在运动，或者发生了什么我们都知道，但同时我们又不会去干涉，不会去聚焦，不会被这些万物的移动带走注意力。
也就是我们的觉知，它是扩散性的，没有障碍的，是轻松的、平等的，就像光照在万物上，就像空气包裹着万物，是那种不即不离的状态。而觉跟念它的根本区别也在于这里，觉是一个整体的意识，而念呢是一个个体的分离的意识。念的特点是把它个体以外的所有东西都割裂开来，而觉呢是把个体和个体以外所有的东西全部囊括在这个里边。所以这样讲应该是非常通俗了。这个就是觉跟念的关系。所以我们只需要让这种专注的念像空气一样的扩散开来，那个就是觉，那个觉就可以把这个念包起来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念在觉中，觉也在念中。同时呢，这个觉不会被念带走，但是呢，他又知道念的一举一动，这个叫不即不离。原始的念就是觉，后来觉被念包裹着，所以觉不能发挥觉的作用，变成了一个念。其实念就好像是被压制的、收缩的觉，而觉实际上是放松了的念。举个例子你就很好理解了，比如说一块冰，这块冰它的本性其实是水，就是它是冰的时候，由于它是凝固的，所以它的能量是收缩的，所有的这个水的本性都被限制在这块冰里。但是如果这块冰有一部分它已经融化成水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它就慢慢的放松了。这个水呢，它就可以围绕着这块冰，它把这块冰包裹在这个里边。但是如果这些水再进一步的放松，水就会变成气，它会弥漫在整个空间，它会把水和冰都包在这里。这些气呢，就相当于觉，它是冰的另外的一个放松的状态。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气它包裹着冰，其实它跟冰的本性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冰是收缩了的气，而气是放松了的冰。气它是充满整个虚空的，它是放松的，它是开放的，它是敞开的，而冰是收缩的，是排他的，是对立的。通过这两个比喻可以让大家彻底明白觉跟念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所以觉跟念本来就是一个东西的两个状态，不要绝对的把觉跟念去分开，去对立起来。当我们经常把自己的个体的意识扩大，回到觉，经常的去用这个功能，在明白这个原理之后经常去用，你就可以快速的实现觉知跟念头之间的分离。当到达一定程度之后，你根本就不会被念带走，而是清清楚楚地观察到念就像云一样飘来飘去，但你是那个扩散后回到虚空的本体，根本不会被它带走。这就成功实现了觉念分离。只要我们能够有自由的时间，我们就找一个地方安静下来，然后提起我们的觉知，就按照刚才我说的，让意识弥漫开来，让我们处在这样一个觉知当中。一开始可以5到10分钟，慢慢的随着我们的觉知力越来越强，我们可以延长这个觉知的时间。随着我们觉知力的提升，我们就可以在纷繁复杂的生活和工作当中保持我们的觉知。那当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生活场景当中也安住我们的觉知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将修行跟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打成一片。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了一份觉知力的时候，我们遇到各种事情都不会急躁，也不会压抑恐惧，而是会非常平和地去面对各种发生的事情。随着我们的觉知力越来越强，在我们遇到各种问题、危机，乃至于遇到一些障碍，遇到一些大的情绪、大的起起落落的时候，我们那个觉知力也不会丢失，我们也会了了分明地去觉知到。如此，我们身上的情绪就会被觉知之光给消融，就像流水一样的，它会穿过去，不会对我们的身心造成伤害。
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可以轻松自如地应对各种各样的事情，无论是好的事情还是不好的事情，对我们的情绪都不会产生大的波动，我们的心就会变得很平和，变得有点如如不动。我们要找的就是这种如如不动的感觉。所以面对纷繁复杂的生活，我们的心情就不会大起大落，也不会大喜大悲，更不会抓狂不知所措。这个就是有觉知的生活。当然一开始是很难做到的，我们会经常出现将觉知丢掉的情况，陷入之前无意识的状态中。那当我们意识到陷入这种无明中的时候，我们再轻轻松松地把它拿回来。什么时候觉知都不晚，不要去谴责，也不要去评判。什么时候想起来觉知，就把觉知轻轻地提起来。这时候我们的念头就没有办法去控制我们，没有办法操纵我们，我们就可以真正做生命的主人。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可以去运用念头，而不是被念头驱使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念头的奴隶，成为一个念头的机器人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